它怎么能这么丑呢？由米尔莫斯科直升机工厂研制的米35武装直升机，以米24为蓝本，不断升级优化，最终凭借超强的空中火力支援和打击装甲力量，成功挤进全球最先进武装直升机行列。但是持续不断的升级优化，也让米35的整体造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最新款的米 35M 长得跟癞蛤蟆一样，浑身上下全是鼓包和角。这难道就是俄罗斯武器颜值越低威力越强的研制理论吗？但你说米35强吧，它又在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战争中接连被乌军用毒刺导弹击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款长满獠牙的雌鹿，看看谁是米 35M 变丑陋的最大祸首。刚进入21世纪时，俄军当时的新武装直升机米28和卡52均没有实现规模化量产，新型武装直升机的严重欠缺已经成为制约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米35系列虽不是全新机种，但对进行现代化升级的俄军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在2005年开始量产的米 35M， 仅仅从整体外观造型上来看，几乎和米24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为适应现代化作战需求，米尔莫斯科直升机厂在设计之初就为米 35M 的机体材料、内部系统等进行了全面换装。比如在动力、操作性能方面，当时的俄罗斯武装直升机的设计思路就是通过超强的机动性能来躲避敌方武器，只要机动性能够给力，装甲什么的弱一点也没关系。在这种设计思路的影响下，米 35M 才有了如今的机身设计和装甲防护。直到直升机出现这种动作，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大鸟离掉下来也不远了。但是这个动作对于米 35M 来说，就跟你打 CS 的时候频繁切枪的动作差不多，完全就是为了炫耀。相比米35和 TV3-117， 米 35M 换装了动力更大的 TB3-117 MBA 发动机，能让米 35M 拥有更好的爬升率，且低空盘旋性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动力想要体现出来，就得靠螺旋桨。因此米 35M 直接采用了玻璃纤维的螺旋桨，并优化了传动系统，使得战机的整体重量比米24的轻了300公斤。这个重量跟它整体8200公斤的机重对比，虽然不算什么，但就是这么微不足道的重量，却使米 35M 的爬升率从米24的每秒 9.6 米提升到了每秒 12.4 米。不仅续航达到了现代直升机的极限距离700公里这个大关，就连使用升限也提高了5100米。重量轻了，动力强了，这个时候再加上由米24 3叶改为独特的 X 型4叶尾螺旋桨，大大的增加了米 35M 的灵活性，拥有了极佳的低空、超低空飞行性能。对飞行员而言，也就有了大量炫技空间，可以操作这米 35M 像蜻蜓一样随时随地的做出神龙摆尾。这么做有几个好处：一、躲避导弹打击；二是嘲讽敌人；三、下意识的炫技。同样这样改进的米 35M 也比新研发一款这个等级的直升机还要便宜，所以在后来的一些战争或一些其他直升机不敢飞的极端环境中，经常能看到米 35M 的身影，证实了其高水平的作战效率。当然，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它有极强的操作性之外，引擎冷却系统也帮了不少大忙。米 35M 的冷却系统可以使引擎和关键部位的温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恒定值，使发动机不受外界高温或者低温的影响，甚至在极端的气温条件下也能正常飞。南极能飞，火灾现场人家也照样能飞。之所以有这么厉害的冷却，主要是这个系统所使用的材料都具备绝缘和隔热的功能，从而使外界温度对发动机系统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确保机舱内部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温度区间。除此之外，米 35M 直升机还配备了防冰和除冰功能，它的机身、旋翼包括其他关键部件都可以进行加热，而且还喷洒了防冰剂，以防止在低温条件下发生结冰现象。在这个基础上，米 35M 强大的燃料供应系统和燃烧控制系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战机提供可靠的动力。不像咱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直升机，有横向风的地方不能飞，可能会被吹跑；太热的地方不能飞，发动机可能要爆缸；冷的地方发动机会结冰，就更飞不了了。米 35M 不一样，它的整体设计以及细节处理就是为了让它哪儿都能去。同时，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米 35M 的导航和通讯系统也是相当牛逼。你想啊，别的直升机飞不到的地方80%都是犄角旮旯，这个时候要是导航失灵或者没有通讯，就算再强大也是白搭。而米 35M 却因配备了最新的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套件，具备了全天候作战能力，
其加装的全昼夜多通道光电观察瞄准系统，使得飞行员只用肉眼观察就能在夜间发现和锁定敌人。再加上红外线夜视仪和全球定位系统的双重加持之下，不管是航向还是雷达探索到敌人的位置，都能及时的显示在飞行员的头盔瞄准器上，这相当于直接上了一个双保险。可以说，米 35M 的夜间战斗模块直接把它推进到了世界性能最优武装直升机的地位。说完了它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咱们再来聊聊它的爪子。米 35M 的武器系统就像是猎豹的躲闪和速度，配上了狮子的咬合力，恐怖至极。特别是在2010年后，为了进一步强化火力输出，米 35M 的机载武器系统再次进行了大幅度提升优化。首先是它的段翼，可一次性挂载16枚 9M120 反坦克导弹。这种兼具对空和对地打击能力的导弹，不仅抗干扰能力一流，杀伤力也十分巨大，可以轻松击穿正面装甲厚度达850毫米的坦克。地面上的坦克对他来说都不能说是靶子，靶子还得瞄准呢，这连瞄准都不用。战场上直接往下一扔，就一定有16辆坦克倒霉，说不定有2辆坦克挨得比较近，一石二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当米 35M 突然出现在坦克战场的正上方，扔下了一堆反坦克导弹，你说有哪个坦克兵能不迷糊呢？另外，米 35M 还可以挂载 9K38 针式空对空导弹，充当低空战机使用，在与其他直升机交战时占尽优势。其他的直升机只要飞进米 35M 射程，第一时间就得击毁人亡。至于地面上的士兵、轻装甲车或是一些简单防御工事的小目标，就通通交给米 35M 的双管23毫米航炮来处理。其每分钟3600发的射速，别说人和车了，就连混凝土工事也经不住它1分钟的扫射，堪称直升机界的碎石机，主打一个猛。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年阿富汗战争中，苏军发动机不停、机枪火力不断的米24被美制的毒刺防空导弹打得损失惨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在阿富汗撤军的步伐。又或是在叙利亚战场，叙利亚叛军装备的各种便携式防空武器，也让执行近距空中支援和对地攻击任务的米 35M 感到深深的不安。于是在2015年中期，俄空天军对米 35M 的综合自卫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俄罗斯工程师们甚至将卡52直升机的标准化设备 L370 维捷布斯克35自卫系统加装到了米 35M 上，可以及时发现来袭导弹并发射干扰弹，大大提升了战机的战场生存率。这套自卫系统由于设备小型化、集成化性能的提升，已经能根据载机情况模块化选装配置。在米 35M 上，其包括安装在前机身两侧的 L370 201导弹逼近警告传感器，可覆盖360度范围；安装在机鼻的 L140 反应激光警告传感器；安装在机身侧面的6个 UV26S2 干扰弹发射器，以及最重要的，安装在机腹两侧和后机身下方的 L3705 干扰转塔。整套系统能干扰来袭导弹的制导系统，使其失去目标。功能虽然强大，但由于加装的众多部件都是在机体表面，这也让米 35M 的机身多出了越来越多的鼓包和角状结构。这种专属于俄罗斯的暴力美学设计，也让米 35M 一度被军迷们评为全球最丑的武装直升机。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米 35M 的自卫系统这么强，能躲过来袭导弹，那直接拿机枪突突它，能打下来吗？对此，火力军只能说，这个想法虽然很有创意，但是现实却很残酷。机组人员面前和屁股下面的防弹装置，对于米 35M 来说，那就是最菜的防护。米 35M 直升机的关键部分，像发动机舱、燃料箱和驾驭舱，这些地方都覆盖着装甲保护板。口径 12.7 毫米以下的子弹对他来说就是挠痒痒，根本就伤不了他。再说了， 12.7 毫米以上口径的机枪在战场上目标体积也都不小，一旦出现就会被米 35M 强大的搜索能力锁定，根本不会给你扣动扳机的机会。除了发动机和机组人员的防护之外，米 35M 直升机就连燃料系统都采用了自封设计，也就是说，就算受到了攻击，燃料箱也会自动封闭受损的部分位置。不仅如此，米 35M 的整个机身也都配备了爆炸拦截系统，可以控制和扑灭机身内发生的火灾以及小范围的爆炸，进一步减少从机舱内引起的安全隐患。综上所述，从外部你打不掉米 35M， 在内部米 35M 的各种防护细节又是直接拉满，使飞行员根本没有后顾之忧，只管用航炮突突突，用导弹轰轰轰。谁要是在地面上拿机枪打米 35M， 估计都能被气死。当然，以上这些设计虽然很强大，但仍然不是米 35M 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米 35M 因动力增强，重量减轻，这使它除了基本的武器挂载之外，还扩容出了一个可以容纳8个人的货舱。当战场缺人的时候，这个货舱就可以用来运载作战人员，最大起飞重量超过米8直升机1倍多。要知道，在一些地形复杂的战场上，及时的战术支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武装直升机虽然火力十足，挂载的武器也很丰富，但无法做到对地面火力的绝对压制。而直升机即使面对地面的残役防空火力，也难以幸存。如我们经常可以在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一些运输直升机刚把队员放下来，或是刚接到队员准备离开，就被火箭弹、防空导弹给炸了。这时的直升机可以说完全没有防御功能。而且武装直升机通常没法接人，除了驾驶员和操作员之外，直升机上就2座，稍微胖的还只能坐1个。这个时候就算把敌人杀死了，自己人接不走，而米 35M 的优越性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了。不仅能承担全套的对地打击任务，更能将作战人员安全的送到和带敌作战地域。除了运人，米 35M 的货舱自然也可以运货。既然可以运货，那在货舱里架上一个大口径机枪不过分吧？一边架一个，是不是也很合理啊？本来它挂载的武器系统已经无敌了，再有这2架机枪，那在战场上妥妥的就是统治者。配备货舱的米 35M 武装直升机在国际上也是独一份，也难怪获得很多国家的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军队的标配。从叙利亚北部的反恐战争发现米 35M 投入实战，一直到今天的俄乌战争，它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展现了其出色的火力支援和机动性。对于米 35M 的飞行员，或者对于拥有它的整个特种部队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那米 35M 有没有对手呢？很多军迷认为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米 35M 的唯一对手，但是截至目前他们还没有正面交锋过的直接数据，所以谁强谁弱咱们今天就不做假设了。不过除了阿帕奇之外，火力军觉得米 35M 最大的对手应该是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它就是一堆烂铁，没有技术高超谦虚谨慎的飞行员，他就会像在俄乌战场上一样被乌军使用 FM92 多次导弹击落。因此米 35M 除了体积臃肿，防护弱了点，性能和功能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之所以被乌军击落，完全就是俄军飞行员的锅。截至目前为止，俄军武装直升机部队尽管正陆续换装米 28N 和卡52这2款先进的武装直升机，但列装规模仍然有限，其部队仍需现役的上百架老式的米24系列和众多升级版的米 35M 撑场面。有消息称，俄军将加大力度，将更多的米 24P VP 改装为性价比更高的米 35M。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米 35M 丑是丑了点，但架不住性能好啊。如果你是米 35M 的飞行员，你会开着它玩出什么花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